宋朝时期，玉山县有个姓陈的员外，陈员外的父亲是个读书人，所以陈员外一生下来就被父亲要求读书。当年陈员外的父亲读了一辈子的书，最终却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，这让他心中很是不甘。所以陈员外一出生，他就亲自教陈员外读书识字。陈员外的父亲自己一辈子没有考上秀才，而陈员外又被他教导长大，所以结果也是可想而知。陈员外也参加过几次科举，最终也都是名落孙山。虽然陈员外读书不怎么行，但是在经商方面却是一把好手。短短几十年，陈家的产业就在他手中翻了几十倍。而陈员外的父亲临终前也没有见到陈家出一个秀才，最终也是带着遗憾不甘地走了。这件事一直影响着陈员外，但他知道自己也不是读书的那块料，于是他就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。陈员外有一个妻子陈氏，两人青年时便结为夫妻，两人也算青梅竹马，举案齐眉。后来陈氏也不负众望，给陈员外生了一对双胞胎，陈员外也是喜出望外，于是他就将自己和父亲未完成的心愿全部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。陈员外给大儿子起名陈金榜，给小儿子起名陈提名，为的就是让两个孩子有朝一日可以金榜题名。也算了自己和他父亲当年的一桩心事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晃陈金榜和陈提名也已经长大了，两人长相非常相似，但陈金榜的下巴上有一颗黑痣，而且他长得也比弟弟略白一些。除了外貌略有不同外，两兄弟的性格也是天差地别。陈金榜性格倔强，就是个驴脾气，而陈提名则是性格温和，给人以温润如玉之感。陈员外吸取了父亲以前的教训，他知道自己虽读过几年书，但水平也就是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晃荡，所以在两兄弟启蒙时期，便请了镇上有名的李秀才过来教导二人读书，不想让两个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陈金榜虽性格跳脱，但脑子聪明灵活，李秀才教授的知识很快就能掌握。而陈提名相比哥哥倒是有些平庸了，每次都需要反复练习才能记住李秀才教授的知识。陈员外在得知情况后，便将考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了陈金榜身上，希望能为陈家光宗耀祖。当时那个年代阶级分化相当严重，人们总说士农工商，只有读书才有出息，而经商的天生就会低人一等。这也是陈员外的父亲还有陈员外想让孩子考取功名的主要原因。时间如昙花一现，转眼又是几年匆匆而过。此时陈金榜与陈提名已经成年，两人也是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。陈金榜虽然聪明，但性子跳脱，他不爱读书，一心只想着去外面闯荡，想将陈家的生意做得更大。而陈提名也不爱读书，但是他听话，奈何天生有些愚笨，根本不是读书的那块料。虽每天刻苦学习，但也收效甚微，这可愁坏了陈员外。陈金榜多次向他提起想要外出闯荡，都被陈员外给拦下，并且更加严厉地呵斥他去读书。刚开始这种方法还行，可随着陈金榜年龄一天天长大，陈员外就有些力不从心了。他看着大儿子去意已决，也只是哀叹了一声：“金榜，你虽然聪慧过人，但性格太过跳脱。如今你也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为父也管不住你了。”最终，陈员外答应了陈金榜外出经商的要求，但陈员外也提出，陈金榜必须娶妻给他生一个孙子才能外出。陈员外依旧没有死心，眼看两个儿子指望不上，他就把考取功名这件事寄托在了孙子身上。当年陈员外有立下过一个家规，两个儿子考不上秀才就不准结婚生子，说是结婚影响他们钻研学问。陈金榜见父亲终于松口，他也就没有反驳，只是点点头。
好，我会尽快娶亲的。说完这番话，便转身离去。陈员外也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家媳妇陈氏。陈氏得知自家夫君终于让2个孩子娶亲，也是高兴不已。于是陈氏赶紧让人备了马车去往镇上有名的王媒婆家，问问有没有合适自家儿子的待嫁姑娘。王媒婆一见陈氏，便高兴地迎了出来：“陈夫人，我可等你多时了。你可是不知道，我们镇上有多少小姑娘都眼巴巴地等你2个儿子娶妻呢，可你一直也没个消息，我也不敢答应。”从前陈氏便听说这王媒婆的嘴能把死人说活，这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有哪个母亲不喜欢听别人夸自己儿子的？陈氏也笑呵呵地上前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让王媒婆费心了。如今我是来给我大儿子陈金榜物色媳妇的，还劳烦王媒婆上心了。”2人说定之后，陈氏便回去了。第2日，王媒婆就登门说已经物色好了几家姑娘，让陈金榜跟他去登门拜访。可一连相看了几家，陈金榜都觉得不满意，因为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娶妻上面，所以总会挑出些毛病。一连几日下来，王媒婆也看出陈金榜有别的心思。陈少爷可是已经有了心上人，你和老婆子说是哪家姑娘，我也好给你去提亲。陈金榜哪有什么心上人？不过听王媒婆这么一说，他倒是想起一人，于是便和王媒婆说了这人。王媒婆一听，直夸陈金榜是个大孝子。原来陈金榜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教他们读书的李秀才家的女儿。这李秀才有个女儿，名为李红梅。李秀才在给2兄弟启蒙时，李红梅偶尔会来找他的父亲。一来二去，李红梅与这2兄弟也便熟识了。确定了目标之后，王媒婆不敢耽搁，直接就去李秀才家说了此事。这李秀才本就是教他2人读书的，自然知道他2人都是品行端正之人，把自己女儿嫁过去也算是享福了。于是李秀才就答应了此事。陈员外一听自己儿子娶的是李秀才家的女儿，也很高兴。那李红梅他也见过，虽只是个秀才家的姑娘，但也知书达理，是个娶回家做媳妇的好人选。于是陈金榜与李红梅的终身大事就这样确定了下来。选好良辰吉日后，陈金榜便去李秀才家提亲。陈金榜结婚那天，陈员外甚是高兴，整个陈府都是张灯结彩，陈员外大摆宴席，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，可谓是热闹非凡。陈金榜也是穿插在客人之间，挨个敬酒，直到天完全黑下来，陈家才将最后一桌客人送走。这时陈提名走上前来：“恭喜大哥了。”他冲着陈金榜笑道。陈金榜拍拍弟弟的肩膀：“我在这里谢过弟弟了。”说完这番话，2兄弟就此分别。陈金榜也回了洞房。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，陈金榜与李红梅一夜缠绵，直到第2天日上3竿，2人才起床。小2口没来得及敬茶，陈员外和陈氏也不生气，看着2人恩爱的样子，二老也是高兴。没出1个月，李红梅便有了身孕，这更是让陈员外高兴不已，整个陈家也洋溢在喜悦之中。10月怀胎，1朝分娩，红梅给陈家添了1个大孙子。得知是孙子的陈员外更是开心得不得了，他还特意设了粥棚，给街上的乞丐施粥，说是要感谢老天爷对陈家的眷顾。见自己父亲如此高兴，陈金榜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：“父亲，如今你也有了孙子，也该兑现自己的承诺了吧？”陈员外听到儿子的话就有些生气：“如今红梅刚生完孩子，你不想着在家陪他们母子俩，一心只想出去是何道理？父亲不是答应过我，有了孙子就让我出去经商吗？”陈员外眼睛一瞪：“答应过你的自然会兑现，如今红梅还在坐月子，你就这样跑出家门，让我如何给李秀才交代？
再过些时日，等红梅身子好些了，你再出去也不迟。到时候我把外面的产业都交由你打理。”无奈之下，陈金榜也只能答应了父亲的要求。又过了2个月，陈金榜终于如愿以偿地离了家，去外面经营陈家的产业。陈员外给自己的孙子取名陈中举，希望他长大以后可以种个举人。而陈员外把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了陈中举身上，当然也没有疏忽对陈提名的要求，每天依旧给陈提名布置课业，让他完成。这天陈员外闲来无事，就拿来陈提名的课业过来查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还真让他发现些问题。陈员外虽然一生也没中过秀才，但他毕竟也是半个读书人。在仔细打量之下，陈员外发现陈提名交上来的课业文章是2个人的笔记。虽然那人已经尽力模仿陈提名的笔记，但是在细微之处还是让陈员外看出了端倪。陈员外心下大怒，平日里看着小儿子这么老实，没想到也给他耍这些小把戏。于是陈员外不动声色地将文章收起，装作没有发现的样子。他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联合自己儿子蒙混自己。可是经过几日来的观察，陈员外并未发现有何可疑之人，陈提名也并未接触过府外之人，这让陈员外感到非常疑惑。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老眼昏花了。就在这时，陈氏朝他走了过来：“夫君，这是我给中举做的衣服，等下你给红梅送过去。我和张家夫人约好了，要去上香还愿。”陈员外接过衣服，点点头：“好，路上小心点，记得多带2个丫鬟。”忽然陈员外脑子灵光一闪，难道会是他？陈员外有些自言自语地道。于是陈员外当即起身，就朝着陈金榜的院子赶去。来到门口，为了避嫌，他敲了敲门，里面传出李红梅有些慌乱的声音：“谁呀？”“是我，你婆婆给中举做了2件衣裳，让我给送来。”“哦，公公稍等，我刚哄中举睡下。”片刻后，李红梅穿戴整齐，就推门走了出来，然后轻轻关上房门。陈员外见没什么不妥，就点点头，将衣服递给李红梅，就转身离去。李红梅接过衣服，暗自松了口气。她还下意识地看了房间一眼。半夜时分，陈员外悄悄起身来到陈提名的房间。他认为应当是有人晚上帮自家儿子抄书糊弄自己。可当陈员外蹑手蹑脚来到陈提名屋外时，发现里面空无一人，这让陈员外心下狐疑：陈提名3更半夜的会去哪里？陈员外心下有了不好的猜想，于是他又转身朝陈金榜的院子走去。来到院子里，陈员外发现里面还亮着灯，他又走近些，就听到李红梅的房间里传来有人的说话声：“提名，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呀，你也想想办法。红梅，现在这情况你也看到了，等再过些时日，我再说我们的事。”然后房间里就传来了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，2人就滚起了床单。陈员外听到这里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没想到自家的小儿子竟与嫂子苟合在一起。陈员外一脚踹开房门：“你们2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穿好衣服来大堂见我。”吼完这段话，陈员外便转身离去，显然是气到了极点。陈提名与李红梅被突然的踹门声吓了一跳，当听到陈员外在外面的喊声后，他们心中就是咯噔一下，知道这件事瞒不住了。于是2人迅速穿衣，因为动静太大吵醒了陈中举，于是李红梅就抱着儿子去了大堂。正厅里，陈员外高坐在首位，看着一前一后走进来的小儿子和儿媳，还有儿媳怀里的孩子，他也是感到一阵烦躁。平日里温婉贤惠的儿媳和看上去老实本分的小儿子，竟然能做出这种事，没想到李秀才竟教出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儿，我这就让金榜休了你，然后去报官。陈提名一听父亲要把红梅送去官府，就急了：“父亲，
这件事和红梅没有关系，都是我和哥哥的主意。事情的详情你可以等哥哥回来之后向他询问。你是不是以为我老糊涂了？金榜会让你玷污他的媳妇，你们背着他做出如此龌龊之事，竟然还要把脏水往金榜身上泼，我怎么就生出来你这么个儿子？陈提明知道父亲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他说什么父亲也不会听，索性就站在一旁不再开口。等陈金榜回来，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。陈员外见小儿子死鸭子嘴硬，就命人将他的和红梅关进了柴房，然后就命人去通知陈金榜回来，让他们哑口无言。下人得了陈员外吩咐，也知道事情紧急，于是他连夜快马加鞭就到了陈金榜所在的住处。大少爷，老爷有急事，说要让您立刻回去一趟。刘叔可知家里出了什么事？陈金榜开口询问道。好像是二少爷和，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您还是快些跟我回去吧。刘叔说到一半，感觉有些不妥，便及时住了声。陈金榜了然地点点头，他简单收拾了一下，便也找了匹快马，随刘叔一起回了家。陈金榜刚到家，陈员外二话不说就带他去了柴房。看到柴房里的陈提明和李红梅，陈金榜彻底确定了心中的猜想，于是陈金榜就将整个事情的缘由告诉了陈员外。原来当初陈金榜想外出做生意，而陈员外不同意，非要让他结婚生子才肯让他出去历练。而当时陈金榜完全没有娶妻的心思，所以看了几家之后，他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。就在他也颇为苦恼之时，就想到了弟弟陈提明和李红梅。当初陈提明有向陈员外提过要娶李红梅为妻的想法，但被父亲严词拒绝了。当时陈员外说，如果两人考不中秀，才就不许结婚，所以这件事也就这样作罢了。想起这件事，陈金榜就有了一计，他想让自己和弟弟互换身份，然后让弟弟娶李红梅为妻，这样既成全了弟弟，也满足了李员外的要求。所以结婚那天，陈金榜与陈提明两人互换了身份，实际与李红梅拜堂的就是弟弟李提明，而入洞房的自然也是李提明。听完整个事情的经过后，陈员外沉默了片刻后，他才开口说道，你二人若早告知为父此事，也不会有今天这件事。陈金榜则是苦笑一声，父亲心中只想着我和弟弟金榜题名，哪里会顾及我们的想法？恐怕父亲到现在还不知道吧。二弟陈提明其实也不喜欢读书，他喜欢的是习武。经过这件事后，陈员外回想起以前做的事，感觉真是荒谬。他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两个孩子身上，从未问过他们是否愿意。而每当两个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时，他也总会驳斥回去。后来陈员外定清了陈提明和李红梅的婚事，让他们两人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也不再阻止陈金榜去外经商和陈提明习武。又是若干年后，陈家出了两个风云人物，大少爷陈金榜成了整个京城最大的富商，而二少爷陈提明则成了朝廷的武状元。两人一文一武，陈家的事业也蒸蒸日上。